醒了？嗯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记得我了？那你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青丘白凤九呀。所以，你只是不认识我。你再仔细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你是我们青丘哪只小狐狸啊？跟我一起读书的同窗？再不然就是吃过我香煎的哪位仙君？看来，你真的失忆了。啊？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原本我打算同你一起回趟青丘，见见你的家人，商量一下如何补办婚宴，让你成了帝后之位。既然你真的失忆了，那这一切也只好无限延宕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当真娶我？真没想到，已经全忘了。哎。啊！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找连宋，让他送你回青丘。那你不娶我了吗？你既不记得我，此事只好作罢了。啊，其实我好像想起来了。啊，在阿兰惹之梦，我们曾是夫妻吧？我是阿兰惹，你是西泽。阿兰惹之梦里的事哪里作数？你既记不起来我，就不要勉强自己了。我好像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了？你好像是帝君。好像。啊，你就是帝君，我就是青丘白凤九。是你的小白。啊，好痛！我下次不敢诓了。还有下次？没有下次了。那你方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哪句啊？就是说要娶我那句。你先去泡泡温泉，解乏。我们准备出谷了，我让冲林准备好，出去便娶你。好，那你不去吗？还没婚嫁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比翼鸟族王室、夜宵族王室愿守谷，还请帝君首肯。你可知道，妙玉渊一旦被迫，是何下场？禀帝君，妙玉渊封印淼洛数万余年，早已充斥了淼洛的浊息。若此次淼洛破剑而出，整个梵音谷便会充斥浊息，到时一定会生灵涂炭。浊息过境，寸草不生，一命不留。你们可都清楚吗？请帝君首肯。
愿与范阴谷共存亡。帝君，我等才能虽不能与天族众神相比，但族人供奉我们为王，享尽荣宠。若此刻我们不留下来，将来还有何颜面再见族人？的确是这个道理。天族的法力虽然高强，但入谷要去除法力不说，也不如谷内沿袭的术法纯净。在梵音谷里，有人帮你也不错。我已经安排好，谷内的族人撤离，天族也做好接应的准备。我等愿守谷，请帝君首肯。请帝君首肯。那便有劳你们，同本君一同看护妙仪院。谢帝君。这是莲心镜，专门净化浊息，可助你们压制秒落。谢帝君。皇兄，节律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为什么你们都要留下，只有我一个人离开？我也要留下随你们守谷，我也是王室血脉。你才多大？我都能跟你一起去上学堂了，你们能留下，为什么我不能？节律，我们都走了，比翼鸟族的子民要仰赖谁？这一趟去天族，总要有人为他们拿主意，主持大局。莫非你想让我们的子民自己在天族讨生活吗？那换你去不好吗？皇兄，你是比翼鸟族未来的君王，你带着子民们去天族，我留下来。傻孩子，舅舅舅母就你一个女儿，我答应过他们，要照顾好你，保证你平安无事的。那你们不会再也不回来了吧？这只是最坏的打算。有帝君在，就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皇兄，我一个人做不到的。你那么喜欢凤九殿下，你舍得再也不见他了。我在谷外没有牵挂，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，你让我留下吗？我是喜欢凤九殿下，我在心里会想着他，但我更是比翼鸟族的皇子，守谷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不会退，也不能退。节律，让你随子民一同出去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决定。母君、舅舅、舅母，还有我。为什么？节律，虽然你没有经历世事，却是我们一直认同的希望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真的要面临生死之局，只要我们知道，比翼鸟族还有你在，我们才能安心的去全力以赴的应对。皇兄，母君让我带句话给你：梵音谷的悲剧，就让它留在梵音谷。她说你会懂的。可为什么你也要留下来？你的愿望还没有完成。母君老了，他们需要我。况且，节律，你就没有牵挂吗？你现在眼前浮现的是谁的身影？皇兄，你取笑我。哥哥还盼着你长大嫁人呢。别怕，不过是一段时间的分离。那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。我一定会守好这里，等着你们回来。
大气从容，而又饱含情思，妙哉！随意吹奏，让帝君见笑了。此番你仗义援手，相助我和小白，我还未曾道过谢。岂敢！能为帝君效劳，乃苏某毕生之幸。何况，帝君你也知道，我是存有私心的。这不算什么私心，不过寻一个真相罢了。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对阿兰惹的死耿耿于怀。此番入梦，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寻来这样一个结果，未必如你所愿吧？于我而言，我当然不想见到阿兰惹深爱沈烨，更不愿相信沈烨也深爱着阿兰惹。但我在此处苦想了数日，我慢慢明白，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一个真相，倒是比我猜测的还要好些。我替阿兰惹感到欣慰，他的一片真心，终究是没有错付。你能这么想，也算难得。哦，谷内似有异动，连森殿下并未与我详细分说，但我也能猜到一二。帝君，你若有任何吩咐，西海一众定不相负。还没到那个时候，我自有办法。九哥，小燕给你的书信。小燕啊，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绉绉的？我先走了。小酒归来，我心甚慰。现可饮酒乎？食肉乎？若酒肉皆可进肚，便速来醉里先私会。哎，是蒙少要私下先给你饯行。自你进入阿兰惹之梦，比翼鸟一族便晓得我们的身份有假，但碍于冰块脸和连宋的面子，不敢多加打探。蒙少私下问过我几次，哎，念着朋友一场，我便将身份坦荡荡告知了。虽然含糊了你的身份，但他却误以为你也是魔族之人。这次小燕倒是挺聪明的嘛，还知道要帮我隐瞒身份。哎，其实啊，蒙少是对传说中的凤九情谊甚深，并不是对你。我们朋友一场，就算让他知晓，他也拼不过冰块脸。是要继续瞒着蒙少，还是和盘托出，全看你自己。看来恢复了4季的梵音谷景色秀丽，也不失为一处避世桃源呢。梵音谷本就造在红尘之外，当日为调伏妙艺渊，中和世间3毒浊息，我才选了此处。调伏一次妙艺渊，就要耗费你大半修为，要彻底净化，恐怕你毕生的仙缘就所剩无几了，便要进入数十万年的沉睡。何况还有一个淼落，
现在只有稳住妙一渊，困住淼洛，待找到彻底除掉淼洛的方法，再做打算。虽然四海八荒你最厉害，但我们天族拿得出手的上神，也还是颇有几位的，哪能就让你一个人愁成那样呢？再说现在天地已定，魔族的纷争借这次淼洛之事也有所缓和，你就先回太晨宫，好好调养便是。太晨宫要办喜事了，要迎接帝后了。我答应过他，出谷便娶她。哼，这分明是你最晚步入红尘情爱，却被你抢先一步。好，大事已定，你也就可以安心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的平婆果，我已经给了谢明主，你也可放心。小燕，你为何这种时候还不惜法力来往梵音国？我以为匆匆一别，你不会回来了。老子回来接姬恒，啊，乐师。对了，你一向中意姬恒乐师。哎，小九真的是帝君喜欢的人吗？像帝君这样的尊神，也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下令隐瞒他，真是想不到。根本就是幼稚的要死。你们都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真好。我还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见到凤九殿下，凤九殿下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呢。唉，孟少，在你想象中，凤九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像她这样一等一的名门淑女，定是个纯真善良的女仙，热爱小动物，绝不沾酒肉荤腥这等俗物。而且，他在说谁啊？真玄乎，又是哪个舞姬啊？我觉得他在说他憧憬的青丘凤九殿下，喜欢小动物、小昆虫，连只苍蝇啊，都舍不得扎死了。孟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凤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你还恋她爱她吗？你这是何意？若是凤九是她这样，你还恋她爱她吗？怎么可能？要是凤九殿下像她那样，我只好找块豆腐把自己撞死算了。我就是请求白凤九。那个长生将军是我赠予你的，琉璃瓦罐也是我赠予你的。当时救下你之时，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还瞒了你这么久，不好意思啊，孟少。你真的是凤九殿下？正是在下。那个不沾酒肉、热爱小昆虫、小动物的凤九殿下？孟少，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。其实吧，你方才喝的是什么？酒啊。吃的是什么？兔子肉啊。竹筷上面钉的是什么？苍蝇。孟少，孟少，孟少，皇子，皇子，他这怎么了？他呀，几十年的一个梦想破灭了，不堪承受，昏过去了。海皇子，女人，我再也不要相信女人了。连我最崇拜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，天底下还有什么女人可值得指望？他这受什么打击了？看他这样子，不会要做出什么傻事吧？啊，
我没想到会给他逼到这个地步，要不要追上去看看？万一他想不开的话。哎，如此便打住吧。若是你再去安慰他，恐怕他伤的就不只是心了。让他哭一哭也好，哭完了兴许就想通了。以老子的高见，你就别追上去了。为了他的安全，还是咱们去吧。啊？哎，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？这里的肉也就框框他们没什么可吃的，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其实我熬的补肾汤最好了，待回到太成宫之后，好好给你补补。好。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既然还有些不舍。走之前，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们天族也会关心九重天之下的人呐！哎，人家乡里盟有情有义，你们夸他这么久，他一个人守在阿兰惹之梦外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，去救帝君跟凤九，也没怪你身为魔族欺骗他，跟你做兄弟。都怪小九欠下风流债。蒙少他性子单纯，人又老实，我怕他看起来没事，结果自己找个地方偷偷躲起来哭。哎，蒙少，啊，伤心傻了？眼睛被沙蒙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真伤心啊！你有那么喜欢小九吗？他拿你当真心真意的朋友，此情不假。但是你喜欢的那个人，完全是你想象中的另外一个人。那个人符合你心意的所有特点，但却不是他。就是，哎，等这些劳什子事都结束了，老子陪你去谷外，四海八荒3000红尘世俗中好好走一遭，咱们寻个真真实实的姑娘来喜欢，可好？哎，其实我也不是伤心，就是冷静下来，觉得自己真的好丢脸。丢脸？哦，你是说被他吓晕那事？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是遇到凤九殿下，我第一句话该跟他说什么？我该怎么向他表白？刚刚真的太失态了，一直以来的好朋友变成了自己倾慕已久的人，还曾大言不惭地跟他说过那么多次喜欢他，我却没能将他认出来，真的是太丢脸了。还让你们担心，真的是对不住你们。那就去跟他表白吧。既然心里有遗憾，就让他知道你有多喜欢他。他喜欢谁是他的事儿，谁喜欢他，这天大地大的，谁也管不着。可，他跟帝君两情相悦，我又何必上前自讨没趣，给他徒增烦恼呢？他和冰块莲两情相悦是他们的事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程玉老说我无耻，应该让他过来看看什么叫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你别打岔。蒙少，你比我聪明，你自己琢磨琢磨。谁规定这世上就只允许两情相悦这一种爱情？单相思就低人一等了？爱上一个不会爱你的人就不算爱情了？你喜欢他，堂堂正正，你又没逼他一定要回应你。想表白就去告诉他，不想说就放在心里一辈子。反正我是你兄弟，不管你想干什么，只要不会伤害小九，我都支持你。哎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我要去跟凤九殿下表白，我还没有好好跟凤九殿下说过，我喜欢他。那就去，让他知道你有多喜欢他，老子支持你。等你说完了，若是需要，我陪你喝酒，咱们无醉不归。我一块儿去看看吧。
他们在那儿。我们也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剩下的看你自己了。小爷，三殿下，谢谢你们。每次看着蒙少，我总觉得自己好像罪大恶极。你的确是，但是跟他比，我们谁又不是呢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殿下，殿下。帝君，我想跟凤九殿下借一步说话。好。凤九殿下，刚刚在醉酒之下行动都有得罪，还请你恕罪。蒙少，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虽然说我没有跟你坦白，但是你也不用这么客气啊。所以，我们还能是好朋友吗？当然了，九哥是你的好朋友，你也是九哥的好朋友，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九哥看待就行了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我。我其实很高兴能在，能让我倾慕已久的人知道我喜欢他。凤九殿下，我没什么遗憾了。怎么会没有什么遗憾？要让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，才叫没有遗憾。日后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爱慕你的人，到时候你一定要豁出去，你学学人家小燕，让那个人像你喜欢他那般喜欢你才行，知道吗？好。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先避一避呀？哼，这种万年难凑热闹的机会，有人要跟东华帝君抢人，我恨不得凑到跟前去看才痛快呢，还避？哼，老子就知道天族没好人。你倒是应该避一避，我这么盯着，万一有什么，我可以挡一挡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就想在这儿看好戏是吧？你话说的这么直接，就有点过分了。被老子说中了吧？天族混账！就是你说的这个混账，教你如何下棋，教你如何去迎娶姬恒公主的心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师傅的吗？什么师傅？老子最讨厌下棋了。过河拆桥是吧？这么快说了？说了。小九说什么了？他说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，还让我多多向你学习呢。向我学习？定是要学习你的无耻。他还说，让我下次再喜欢一个人时，定要让那个人像我喜欢他那般也喜欢我。那就不要辜负他的祝福。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的。在我第一次见到凤九殿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喜欢我的。他是那样的光彩照人，独特迷人，身份尊贵，我都知道的。就算我不是梵音谷的人，就算我在四海八荒之中，我也只会是千千万万个追求凤九殿下的人之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虽然你们都说我喜欢的只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，并不是真正的凤九殿下，但是小燕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总是想要逃离梵音谷，并不是因为梵音谷一年四季只有冬季，过于寂寞，而是我见到了凤九殿下。我想要再见到他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，
都没有关系。我是见到凤九殿下之后，才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的。为了靠近他些许，我搜集所有有关于他的消息，哪怕是假的，只要与他有关，我就舍不得放过。我知道这是没有结果的暗恋，但是我就是舍不得放弃。不是因为我傻，而是因为那是凤九殿下。我以前从未感受过春夏秋的温暖，是凤九殿下让我感觉到了，是他让我知道了温暖的方向。能有机会和你们相识，成为好朋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跟你们这般夸夸其谈，我见到凤九殿下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只能开口祝福他。别回头了，不要回头。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你旗鼓相当，喜欢你喜欢到骨子里的人。如今，他已经得到了他的幸福，别再往那边看了，只管往前走便是。就是啊，别回头啊，大道朝前，走就是了。这是什么？我将沈烨和阿兰惹的元神封印到了此术中。他们都是影子，居然还有元神啊！不错，他们二人本该身死，一切归于太虚，但世间万事皆以常理推之，未免浪费了许多情感。我将他们封印于此，千万年后，能否生出些造化，就再看天意了。哦。他们二人虽是你我的一缕影子，但是情谊却如此真切。帝君选择了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为他们安了家，也算是弥补他们生前的遗憾了。我们也该回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就是突然想起，以前在太晨宫，我当差之时，帝君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，现在居然跟我说要一起回去，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。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你。那如果知道了又会怎么样？如果知道了，我们便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。无知小辈，还想封住本尊？莲心镜，竟然是净化浊气的莲心镜！东华，你果真不给我机会！是你逼我的！
叶初银，快来见我！魔尊，旭阳用性命布下结界，如果现在要进入禁地，拿出血泪的话，必定要旭阳死。可是以属下现在的能力，杀不及旭阳与众人。想尽办法杀了他。是。东华封住了我一部分的力量，我要想冲出这结界，必须得到最后这滴血泪，尽快拿给我。遵命。旭阳魔君，我看到你在加强结界，本来想要帮你。结界有问题？感觉有些不太对劲，但是却查不出原因。我帮你一起加强。归来吧，聂魔君，麻烦你去通知其他几位魔君，就说结界需要加强，务必让他们一同前来。好。谢孤愁，你不是已经用平婆果为他做了一个躯壳吗？为何他还迟迟不行啊？才刚做好3日罢了，而且他当日被埋王宫下，尸骨无存，只有一缕元神还封存在幽冥寺。可惜已经沉睡了100年，元神已经陷入了寂灭状态。如果想要仓促复活的话，只怕难以化去他元神中的浊气。那便如何？其人虽醒，但却只能浑浑噩噩，智力宛如幼儿。那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他灵台清明吗？法子倒是有，只不过……但说无妨。需要有仙者甘愿为其夺取1半修为，或许能渡他重生之时灵台清明。那拿我的修为去便是了。你难道就不考虑一下？青提曾为了我连命都不要，我只不过多给他些许修为，这有什么好考虑计较的？还有一事，按照仙路宝笈阵的规矩，叶青提因其缘得以飞升，需由赋予仙体之人赴9天瑶池为其洗涤凡尘，才可飞升成仙。那好，等他期满要修行之时，我便助他。哎，先别急，仙体刚刚成型，欲速则不达。等其仙体能够承受之时，我自然会告知于你。好。所以沉香离家出走，其实是为了救被压在山下的3圣母。有些人离家出走是行孝道，而有些人出走大半年了，一声不吭，仇煞家里人。小阿离，你以后长大了可不能学这花样。凤九姐姐离家出走回来啦！乖，听你小舅舅讲故事呢。都是些话本上的事了，我倒想听听新鲜的。你可同我讲讲。阿离最喜欢听新鲜故事了。凤九姐姐，你掉到梵音谷的事儿，我能够说。小阿离，你先去一旁玩会儿，我有正事同你姐姐谈。阿离嘴巴可紧了。阿离听到三爷爷说凤九姐姐和帝君哥哥亲亲的事都没说出去。小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没有回青丘啊？我在等你啊，不把你带回去，青丘的大事怎么交代啊？等我做什么呀？
反正我也经常出去溜达，在青丘也不算什么大事啊。你这样，折颜上神肯定要恼我喽。看来你是忘了最近你身上担着什么大事了。什么大事啊？看来果然忘了。那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的冰藏之礼就在15日之后。对了，我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小叔，你就当今天没见过我吧，我等15日之后再回来好了。原本我是可以变成你的模样替了你，不过既然你回来了，可别再偷懒了。还有15日，每日少睡2-3个时辰，也尽够准备了。可是我一日也才睡4个时辰。怪可怜的。不过年轻人嘛，每天睡1-2个时辰也不碍事，还没到你熬通宵的时候呢，你就知足吧。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虽然我们青丘的礼仪不如九重天繁重，不过这大体上的礼仪总得有。好。他们俩平安归来，你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。这一趟多亏了有你，他们才能平安。就算没我，凤九也能平安归来。那人可是东华帝君，他能让他有事吗？也对，你就是爱操心。你不也费了几层修为为他们苦守吗？还不是等他们平安归来后，你才放心回九重天的。大概是受你影响吧。怎么了？这样盯着我瞧，怪让人不自在的。就是觉得你怎么没去找凤九啊？之前他来九重天，你俩可是天天都处在一处啊。他现在哪有空跟我玩乐啊？他们俩已经不愿分开到这般田地了。他呀，现在正为如何让家里接受帝君而烦心，偏偏又撞上冰藏之礼，哼，如今是烦上加烦。冰藏之礼，就是青丘每一位新君继任后必行的一个礼。几位新君必须亲手打出一款趁手兵器，于典礼那日当着八荒仙者的面藏于名下治所的圣地，以为后世子孙留用。我记起来了，当年我也参加过白浅的冰藏之礼，在四海八荒可是算得上很重要的盛事。他准备的如何了？这丫头倒是早就造好了一把何须剑，只是这装剑的剑匣尚未做好。他呀，从前想着反正时日尚早，等白浅的婚宴过后多玩耍2个月，再做也不会误事。谁知又掉进了梵音谷，竟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如今啊，他定是全力以赴在剑匣该选什么材质、做什么样式上了，不敢分心其他了。这样粗心，倒是像足了你。难怪你们俩能成为朋友。可他那儿处着一个东华帝君，帝君做剑匣的水平可谓是一流，有东华在，必定在1-2日完工。这种紧要关头，凤九把他供在那里，不拿出来用一用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大约凤九温存几句，东华一心疼，也就帮他做了，何来的烦心困扰？这种风流手段倒是像足了你，怪不得你俩成不了朋友。凤九可是说了，有帝君在，自然是万无一失。但什么事都靠帝君，也忒不上劲了吧？再说，帝君也不想他成一个只能依靠东华帝君的废物。这件事儿顶多帮他筹划筹划织剑匣的进度，别的大约也不会多伸手吧。我们打个赌吧。我也很好奇，帝君他会不会主动伸手代劳？想当年白浅的冰藏之礼如此盛大，
我们家凤九的也不能落后。若我赢了，你便也要出席凤九的冰藏之礼，给他压阵，出出风头。若是你赢了，我便亲自去拿分坨力池的肥鱼，让凤九给你做半个月的糖醋鱼吃。他的手艺可是1等1的好。这赌注可谓是得意相当。不过考虑凤九的境况，这个赌局还是我赢了比较好。哦不，我赢了好像也不算太好。要是我吃了凤九的糖醋鱼，以东华的秉性，他非得让我吐出来不可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本来我想去跟姑姑求个饶的，却没想到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15日，可是我的剑匣还没做好。啊！照着这个进度图，如无意外，剑匣会在15日内做好。东华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魔尊，你这是？聂初隐，快去找几个魔族人给我吸食。魔族的人？还不快去！是。走。是。魔君，魔君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？出事了，魔尊他。拜见魔尊。拜见魔尊。魔尊，你如此大动干戈，如何可以瞒住众人？这区区10几个废物，怎够本尊享用？是，魔尊你法力无边，但是为了让你恢复功力，我族怕是所剩无几，如何与神族对抗？你现在是在质疑我吗？属下知错，属下不敢。魔尊威武，天地不惧，是我族无上的荣光。妙意渊不断加强，我要尽快拿到血泪。从今日起，每日运送100名魔族弟子供我吸食，不得有误。100名魔族弟子。是，属下遵命。
帝君，如何？是。帝君，如何？帝君，这次这个位置还不错。帝君，外头凉风正义，凤九殿下的书桌可能太偏，吹不到凉风。待臣将凤九殿下的书桌也挪挪吧。挪挪也好。是。我记得年前也是和你在太晨宫下棋喝茶，曾对你有一劝，说有朝一日你若是想通了，娶一位帝后，知鹤倒是不错。但现在看来，知鹤配你确实勉强了些。我这个义妹心底原本单纯，我又受恩于她的父母，不免事事照拂。可能是我太过照顾于她，以至于她太过骄纵。所以你把她送去了西海水君那里，再磨一磨她的性子。西海水君为人正直，倒是一个不错的老师。若是知鹤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二，想必一定会有所长进。你也算是为他步步操心了。不过你等了这么多年，等来凤九，也算是没虚等。果真只有他能承得起你的帝后之位。你今日喝醉了酒，竟难得听你说几句好话。酒倒是没喝，只是从程昱那里听说了一桩事。哦。程昱当初问凤九，问他做剑侠一事为何不找你代劳，他却回答说，凡事要靠他自己，不想靠着你徒长成一废物。当时我只是觉得，这只是他的一番场面话。小姑娘嘛，总是希望有人宠着捧着，但你未曾帮她，她却真的没有什么。那番话，竟然是认真的。小白她一向很懂事。
帝君，3殿下，何事？比翼鸟族、夜宵族人都已安排妥当，今日重林已亲自问过。你这一日一问，也过于慎重了些吧？只是，天宫毕竟人多嘴杂，仙娥仙童之间难免传话，只怕这件事情早晚会让凤九殿下察觉。无妨，他现在忙于冰藏之礼，没时间分心。待礼完，我便带他去碧海苍陵，大婚前再回来。你也过于太呵护他了。他才多大，应该好好让他享受一番新婚的喜悦。糕点吃不吃？不吃。有粥喝不喝？不喝。喝呀。好。什么时候带我去青丘见你父母啊？待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。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帝君不会生气吧？累了？累了那就睡会儿。我不累，你靠着便是。你先暂且委屈几日，等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，我就带你回青丘。行吧。魔君，一连几日，魔尊为了吸收功力，天天折损100名弟子，属下怕如此下去，魔族就要灭族了。我又何尝不知呢？但魔尊金口一开，如若我不执行，只怕是连我这条命也没了。魔君恕罪，请容属下说句不敬的话。恕你无罪，说吧。以属下之见，魔尊一意孤行，怕是魔君的心愿，魔尊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如若魔尊如此下去，魔族的根基不在，万一届时神魔大战，或者魔尊血性大发，我们倒不如从外族人下手，骗得人手攻击魔尊，这样还能保得我魔族一时周全。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不到2日了，这桩大事终于要有一个了结了。
记得苗样的活儿你早就做好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画什么？原来画了座房子。怎么不说话？剑匣已经完成了，我一时睡不着，所以就描个图来看看。其实，姑姑留在青丘的狐狸洞，我住不习惯。我早就想在外面的竹林盖一个小竹楼了。而且这个图以前描过，只是没有你跟小狐狸崽子的卧间，所以我想要重新描一遍，让米谷给我盖一栋。虽然你一年之中在青丘可能只有半年留宿，可是我觉得这间是给我的。我倒是挺闲，太晨宫和青丘都没有太大所谓，可以一直常住在青丘。但我以为我是宿在你房中，为何又给我另置了一间？这就是我考虑的周到之处了。万一我们吵架了，那你要住哪儿啊？没有卧间，难道你要睡书房啊？我觉得，我再如何惹你生气，你也不该将我赶出去。先不聊这些了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想一想，到底要给狐狸仔留几个房间备着。你觉得留几间好？留几间就是生几个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留一间就够了。可是我想要留2间，因为狐狸仔要有2只才热闹的。可是呢，我又在想，如果说他们2个人玩得亲，就不亲我这个娘了，到时候不同我玩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就生2个。这张图你也不用动了，把我的那间给他们，就这么定了。可是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睡觉，哪里来的小狐狸崽子？可是我的剑匣你看了吗？我做得好吗？看到了，做得非常好。你得去补一补觉了。好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不累吗？可是来人还真不少啊！青丘作礼，历来不张请帖。八荒仙者，有意且有空的，来者便是客；无意或没空的，也不勉强。说得好，这就是青丘的做派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什么样的规格，什么样的场合，天上地下排得上号的神仙们，会来哪几位？还是估摸得出的。帝君，帝君，请坐。上神。帝君一向不爱凑热闹，今日怎会来参加小九的冰藏之礼？这个嘛，日后自会分享。这冰藏之礼可有什么讲究？今日啊，凤九殿下将提着刚铸成的何须剑，穿过此阵法，过得了才能踏上百级草阶，藏剑于圣峰中。若是过不了，就得重新占卜，待100年之后再行一场冰藏之礼。此阵法何人所设？
这阵法是在冰藏之礼开创之初，由白纸帝君亲自种下的法术。待礼台开启之时，法术亦自动开启，合成难以预料的法阵。既是白纸帝君亲自所设，想必不比等闲。这桩礼之所以盛大，是因为他对新君的严苛。若是输了，在这之前100年间铸剑的心力全毁不说，还丢人。以小白要强的性子，难怪他要连夜通宵了。你算是有眼福的，能亲眼见得凤九的冰藏之礼。他们青丘着盛装行重礼的机会很少，一生中最重的一场礼，也就是这个时候吧。前些日子，叶华那小子同我喝酒，言语中十分遗憾，未能亲眼见得白浅上身的冰藏之礼。他只能从典籍中的字里行间去想象他当年的模样。你说，小白他刚出生时是什么样子？你这话可千万不能让叶华听到，保不准他以为你在气他。同是青丘的女婿，他可比你早先行事，经验丰富，小心他给你使绊子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你说这个，小白给我做的零嘴，怕日头晒化了，拿琉璃盒子封着。人家今日要在八荒成千上万的仙者面前尽大礼，你竟然令别人给你做零嘴，你是否无耻了些啊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我第2次见小白的时候，他就将花盆往我头上踢，还能镇定自若地嫁祸给尼姑。区区一个小阵仗罢了，你以为他那么容易紧张吗？按照位分，凤九的爷爷也坐在你的下手，他竟然有胆量敢拿下你，这种场合，果然他无需紧张。你既已准备妥当，以你的功力，应付冰藏里的几个阵法，应不在话下。怎得如此紧张啊？小叔，我不是紧张这个，爹他来了吗？你这可不是废话吗？今日由你爹替你主持冰藏礼，他能不来吗？那娘呢？其他叔叔呢？你的大事当然都来了，该来的来了，不该来的也来了。不该来的谁啊？东华帝君啊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，你不知道他要来吗？小叔，有件事情我需要同你讲一下。何事？一会儿冰藏典礼结束之后，我想带个人去见一见我爹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莫说这么多了，等冰藏之礼结束之后再说吧。时辰已到，请各位仙者静心观礼。冰藏之礼，现在开始。
就这么打着慢慢拖时辰，肯定是无法破阵的。爷爷施下这个阵法，虽每一回生出的法阵都不尽相同，但结阵的先者始终是10人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多出来的众人之影，只可能是幻影。这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跟自己心仪的人眉来眼去，这种勾当我竟没干过，真是枉担一个情圣的名号啊！终于可以好好显摆显摆这几日辛苦做的剑侠了。情以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少君大德，承此神明，情以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是一个诸神共享的盛宴呢。不过依在下看来，凤九殿下这次的冰藏礼好像少了一个步骤。聂初隐此时出现在这里，说这么一番话，摆明是来踢馆的，不知道青丘如何应对。本君听闻，魔族一贯潇洒，不拘礼法，却不想玄之魔君倒是重礼得很。今日我们青丘在自家地盘上行一个古礼，还累玄之魔君大驾前来提点一二，真是惭愧惭愧。白衣上神，此言就诧异了。提点2个字，真的是折煞本君了。不过在下有幸，在洪荒时代看过2场冰藏礼，甚为向往。我记得当时事件之后皆为比剑，为何现在轮到凤九殿下，事件之后变为藏剑了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听闻，青丘的冰藏之礼，确实有比剑这一环节。同辈的仙者们皆可挑战新君，输了到5方，赢了可以得新君一个许诺。那为何近来的冰藏之礼却取消了这个环节？我听闻白纸帝君之所以定下这个环节，是为了激励白家的子孙自小修习，在同辈之中拔得头筹。可后来轮到了白浅女君时，帝后可怜她是个女儿身，就天天跑到白纸帝君面前去哭。
白纸帝君后来也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，就将冰藏之礼中比剑这一环节自动取消了，且默认今后青丘若再出女君，也可自动取消比剑这一环节。既是如此，聂初吟今日前来比剑，岂不坏了规矩？可惜就是这事儿并没有载入青丘的礼册，也做不得数啊。他今日前来，还能捞上一把，于情于理，你还说不了他什么。既然青丘的冰藏礼法则未变，就该有一场比试。一直听闻凤九殿下剑术出神入化，在下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即便该有一场比剑，魔君与小女也当不得同辈二字，又何谈切磋？还请魔君自重。白衣上神此言又诧异了。在青丘，凤九属于孙辈，在下也是第3代魔君。那这样看来，我和凤九属于同辈啊。白衣上神，在下最新剑术，诚心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我是魔族的人，但也是输得起的人。难道凤九殿下是神族的人，却是个输不起的人吗？哼，原本是一场你族内的比试，他这么一说，倒成了2族后辈的较量。神魔2族近年虽然修得木林，但终究在根儿上有了嫌隙。小聂魔君这么一挑衅，八荒六合都在看着，这下小九不上也得上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他放着个好好的魔君不做，非要来凑这一场热闹，还落下个以强凌弱的名声。父亲，既然魔君执意赐教，也不知何时能够遇上这样的高手。小九愿一试，定会有许多收获。凤九殿下快人快语，如此甚好。